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刘医生，今早我流血了，快点给我看看。关夫人，非常不幸，没成功啊，没成功，都1个月了，各种因素都会导致着床失败，精子或卵子质量有问题，宫腔粘连等因素。受精卵培育土壤贫瘠，母体精神紧张，压力大，也可能会导致受精卵着床失败的。刘医生，我还有没有机会了？有，这种是常见的，好好调整一下心情，准备下一次吧。刘医生，我和我老公有多么期盼有个孩子，你懂的。懂，不用太紧张。通知关总，你要住几天院？明早动个小手术取出来，1个月，好好养着，准备下一次。如果再不成功，就要等半年了，不能这么频繁，你身体受不了。好，他应该会很失望。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失望全写在脸上。医生说的，我懂，可不甘心也是真的。当初做了那么多万全的准备，这个孩子在我的肚子里待了1个月。怎么就没留住呢？刘医生口中的关夫人，唐氏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，唐氏医疗集团旗下核心部门，唐氏集团唯一继承人。为了能够继承家族企业，作为独女，被父母逼着学医，沦为学渣一派。父母花着大把银子捐助医学院，才让我勉强拿到了学士学位证。大学毕业后，直接进了唐氏集团，一步步开始做着未来的准备。工作第2年，我与旗下分公司的项目经理关里相识相恋，感情升温的速度比集团的股票涨得还快。半年后便开始谈婚论嫁，我的父母坚决反对，原因只有一个：关里一个农村大学生，一无背景，2无根基，可以说是身无分文。就是他现在住的公寓都是公司分派的。与我结婚只有一个目的，钱。而我正爱他这一点。背景根基全无的关里，大学优异的成绩，工作卓越的表现，年纪轻轻就已做到分公司项目经理的职位。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，才有今天。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却被父母冠上了谋家产、骗感情、骗婚的头衔，可想而知，一场结婚大战在我和父母之间展开了。幸好那1个月有关里时时的陪伴与安慰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伤过父母的话，完完全全的理解与劝慰，再次让我们彼此的心贴得更近。激烈争吵、辩论的过程又持续了1个月，父母终是首肯，但条件无2，只要求关里签署婚前协议，婚前财产公证，关里不涉及唐家财产的任何继承权。我深觉父母的这个条件就是对关里的侮辱，对我们爱的轻视，可关里却是点头。我记忆犹新他的劝慰，唐，他们都是为你好，天底下没有父母会伤害子女，我爱你，我相信日久见人心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真心接受我。现在的不理解与怀疑，我能接受，只要他们同意我们结婚，早晚会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婚姻里只有爱，再无其他。关里的爱声声入耳，沁人心脾，心中对父母的不满更成几分。公证协议时，我将多日反复考虑后的附加条件说了出来。关里可以放弃唐家财产的继承权，但是我们的孩子必须要有继承权，因为那是我生的孩子。一番与父母的唇枪舌战后，协议按照我的补充条件完成了。一场不被父母祝福的婚礼如期而至，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。关里把他的爱发挥到了极致。清晨一个甜美的拥吻，
夜间一个深情的晚安吻，让我的婚姻甘甜如蜜。7个月后，公司的一次体检打破了我幸福。甲状腺癌症，我才20多岁啊，心颤得厉害，手里拿着体检报告，眼前阵阵发黑。关里和父母得知了消息，片刻不停，各大权威医院重新检查，确认病情，还好，结论令人欣慰。甲状腺癌通常是可以治愈的，而且没有复发的可能。在化疗前，肿瘤科专家与父母亲及关里谈了一次，大致就是化疗对身体伤害极大，为了避免痊愈后生出的孩子会出现畸形，建议在化疗前把卵子取出。专家的建议马上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。肿瘤专家请来妇产科会诊，为我制定出一整套培养冷冻卵子的方案。我爱关里，如果我能痊愈，一定要为他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健健康康的孩子。在我那点仅有的医学知识里，我清晰记得可以保存受精卵，只要重新植入母体着床受孕即可。医生们认同我的提议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。痛苦的癌症治疗让我几近崩溃，无休止的化疗摧残着我的身体和精神，唯有关里无微不至的呵护让我暖心。无论我脱发还是变胖，都没有影响他对我的爱，温声细语地哄着我：老婆，不怕呀，等你好了，还会像以前一样漂亮的。无论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都最漂亮的。有我在，你就安心治疗，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。等你痊愈了，还会有属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会是幸福的爸爸妈妈。关里提到孩子，斗志燃烧在我眼中。是啊，我们还有美好的未来，我会好起来。我心心念念的要为关里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。老公，谢谢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快乐的宝贝。春夏秋冬转眼即逝，2年与病魔做斗争，我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全权交给了关里。父母亲眼所见，这2年关里对我的付出与呵护，思想逐渐改变，不再是当初的嫌弃厌恶，开始慢慢地接受他。已经是第 N 次复查了，结果一次好过一次。我身体机能与正常人一样，我激动得不能言表，直接拉着关里迫不及待地去医院筛查、排期，准备就绪。一次为时2个小时的受精卵植入手术，成功地将一个小生命放入我的身体里，怀着一颗兴奋又忐忑的心，等待着10天的观察期。关里也很激动，天天陪着我，等待着观察期的结果出来。终于在得到主治刘医生的一句：恭喜啊，关总、关夫人，这次受精卵着床成功，回家安心做孕妇吧。兴奋地回家准备孕妇生活，这激动劲只过了半个多月，便见了血。当关里匆忙赶到医院，眼中有关切，有心疼，还有一丝丝他掩饰得很好，却依旧被我捕捉到的震惊与失望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的，孩子没了。老婆，没事的，千万不要自责，我只关心你的身体有没有受到损伤，孩子的事不急。我刚咨询过刘医生了，这种事很常见，调养好了，重新再来，就是正常怀孕也会有流产的，不用担心啊。老公在这陪着你，乖。在医院住了6天，关里每晚都过来陪着我，见到他柔情似水的眼神，听到他关心的话语，照顾我时总是亲力亲为，护工却是在旁边睡大觉。我的心里又是温暖又是愧疚，只祈祷下一次一定要成功。我们的爱要有结晶，不能有缺憾，要完美。
出院在家休养了3天，无聊难耐。以前有病治病，家和医院2点一线。后来这1个月怀孕，天天在家，除了高兴就是高兴，小心翼翼地养着。现在轻松了，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。2年来去公司的次数，1只手都能数过来。我相信关里，他的人品、能力，还有我对他满满的爱。对着镜子，精心地打扮一番，神清气爽地出了门。刚进公司，前台漂亮的接待小姐对我露出了一个礼貌的笑容。您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还是找人啊？呵，你是新来的？是的，我还没过实习期呢。您是找人吧？找人，呵呵，挺机灵。我找关何月月啊。您找何助理？哦，好，我现在就联系。您贵姓？告诉他。大学同学方糖快找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学时喝咖啡，我要放很多方糖块，同学都笑我。你姓唐，名字叫糖，还吃这么多方糖，你是方糖块成精了吧？这个绰号自此便在同学间叫开了。漂亮的前台小姐刚把电话拿起，电梯间走出一人，见到我就高喊：啊，唐总，唐总您怎么来了？您身体好了？回头见是办公室温主任跑过来，激动地笑着和我打招呼：温叔，我在家待不住了，来公司看看。那怎么站在这？快上去呀！我瞥了一眼呆若木鸡的前台，笑了笑。新来的前台不错，实习期过就给他转正吧。温主任乐呵呵点头：好，好，唐总上楼吧，我能办好。电梯里，温主任絮絮叨叨的，又是高兴又兴奋，又是如何想我，笑得我脸都僵了。好不容易把人送走，才快步向关里的办公室走去。关里的王秘书见到我，一脸的错愕，忙站起来和我打招呼：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关总没在办公室，去下面工作了。早上没和我说要去下工厂啊？我没事，你忙吧。关里没在，有点小失望，本想给他个惊喜，只好讪讪地转身回自己那个2年多不曾临幸的办公室了。眼看着自己的办公室，不经意瞥了一眼隔壁总经理助理办公室，心想着也有2个多月没见着他了。我的大学同学，我的助理何月月，回办公室也是自己待着，不如去找何月月聊会天。踏着欢快的脚步转向，只几步却骤然停在他的办公室门前。门虚掩着，他拿着手机正在与人视频。阿里，你怎么去工厂了？昨天不是说好今天下午去看电影吗？一天就下午这么点时间，晚上还要回家去陪那个病秧子。你这24孝老公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烦死了！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阿里是谁？那个病秧子是我吗？什么叫演24孝老公？他们是什么我不知道的？我在心里问号连连，一种不好的预感直闷在胸口。视频另一端传出的声音，正是那个天天在我耳边轻声哄着我，夜夜说爱我的男人。宝贝，电影下午真的没时间看了，明天吧。工厂今天必须来盯着。不，他出院3天了，看着没事。我今晚和他说一声出差，明天咱们出去玩玩，好吗？又是明天，3年多了，你左一个明天，又一个明天，我等了1000多个明天。阿里，当时你信誓旦旦保证，难道就换来现在这个不可控的局面？钱呢？我的人成了人家的老公，我的钱还在天上打转呢。宝贝，你别激动，再等等，这次是个意外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，还流产了。月月，我布了这么久的局，再等1年，她再次受孕，把孩子生出来就成功了。我们还年轻呢，好日子等着我们享受呢。又是1年，1年又1年。关里，你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就说1年，
结果人家爹妈弄了个协议制约你，你和我说等孩子出生，他得癌症。我心里窃喜了好久，真特么的癌症还能治好，服了。你又把保证落回到孩子身上，你打算让我就这么没完没了的等吗？月月宝贝，别说气话，万里长征就差这最后一步，他下次再植入的受精卵一定能成功。我已经和老刘聊过了，这次真是个意外，宝贝，只是借他个肚子生出来，我们才是孩子的爸妈，我们的孩子继承唐氏产业，想想就高兴。现在他爸妈已经对我有好感了，等他再来个难产，只剩下我这个吧。你想得了吧？你想的可美了。他那个爹妈在商场上可是人精，就你那点小手段，那个主治医生靠得住吗？别到时候出岔子，钱没拿到人在这里头，这几年的功夫就打水漂了。放心，老刘摊着呢，除了钱还想要其他，只要最后他难产，他想要的都能得到。他想要的哦，是不是上次你在电话里和院长说科主任的事，就是为刘医生问的吧？这事能成吗？能。给他们医院捐了300万的医疗器材，这点事还办不成吗？300万，这个数可是要他签字的。你是怎么和他说的呀？他现在对我是言听计从，这医院捐的器材也是为了他，他能不同意吗？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根本就不用费事，签了，宝贝，你就放心吧。来，亲一个，滚，少来这套。你可说好的，明天和他说我们出差，我真的想出去转转。对了，我们出国吧，我想去希腊看爱琴海。好，你想去哪都行。我身体僵硬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连呼吸都忘了，听着他们的甜言蜜语，慢慢的移动脚步，才发现自己的脚是麻的，僵硬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呼吸大口大口的吸入新鲜空气，用尽了浑身的力气，才走回自己的办公室，跌坐在我的老板椅上，虚弱无力，冷汗早已将后背浸湿，眼睛直直地盯着老板台上笑得甜甜蜜蜜的二人合照，猛地伸手，啪的一声，重重地把照片扣在桌上，仰头盯着房顶，两行清泪自眼角滑落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家的，脑子里不停地一遍遍回想着他们的对话。孩子难产，继承。突然，我的大脑飞速转动，借我的肚子，他们是爸妈。下一次，刘医生。手机嗡嗡的震动，是温主任来电。我慌乱地抓起手机，声音颤抖：“喂，温叔，有事？唐总，您没事吧？您是不是回家了？”“我很好，到家了。”“哦，您没事就好。我刚听您的声音有点奇怪。唐总，您今天来公司真的没有要事吗？”“温叔，你觉得我应该有什么事？”“没事。那唐总您在家好好休养，就不打扰了。”放下手机，被温主任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断了刚才的思路。微闭着眼睛，仰躺在沙发上，脑子里又找回了关里与何月月交谈的内容。手机再次震动，看到是我的好老公关里的电话号，直接挂断，心中生出怒火，把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眼泪如泉涌一般，失声痛哭起来。伤心，无论我遇到什么难事，吵闹、安静想，甚至大放厥词，老娘有钱，没有钱摆不平的事。当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也只是短暂的恍惚之后，便积极地与家人一起研究，配合治疗。那些治疗时的痛苦，从来没有让我掉过一滴眼泪。今天的我，哭得悲痛欲绝，哭自己的蠢，哭父母对我的纵容，心疼父母为我考虑的周到全面而得不我的理解。我与父母面对面嘶喊时，无情的话说了一大卡车，只为了关里虚伪廉价的爱。哭了半个小时，逐渐冷静下来，
整理着面前的一堆纸巾，轻轻叹口气，自说自话：“糖糖，哭够了，就振作起来。兵来将挡，不能自暴自弃，寻死觅活的爱，廉价的爱，臣妾终究是错付了。呵，关里真没爱错你。城府深，心计重，有耐心，是个好猎手。站起身，活动活动发麻又僵硬的身体，来回在屋中踱着步，脑子在高速运转。不能急，关里已经投入了几年的时间，步步为营，我必须要沉下心思。他们是想要我的命，才能拿到钱，而关键的是我下一个孩子。我还忽略一个人呢，刘医生，应该从他开始，想得头疼。不过还是有些头绪了。会演24孝老公是吧？关里和月月，那老娘就陪你们好好演这出戏。关里一如既往的准时回家，我早已做好心理建设。演戏吗？不能总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。既然我才是这出戏的女主角，是时候该我上场了。老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怎么没接？老公，你看我的手机摔坏了，打不开了，我一个不小心掉地上就成这样了。这手机这么脆弱呢，吓我一跳。没事，坏了就再买个新的。一个破手机嘛。关里温暖甜蜜地唤着老婆长，老婆短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我也是温柔地回应着老公辛苦，老公最好。当晚上那个平时令我心安的晚安吻出现时，心中的恶心感直搅得胃里翻腾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冲进卫生间吐了起来。老婆，是胃里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没事，可能是今天吃的不对劲了，一会就好。噔噔，关里的微信响，我真没事，你手机响，去看看吧。晚上10点，微信响，呵呵，和月月找他吧。我眼中无比厌烦地推开他。关里没有察觉到我的眼神，看我真的没事，就出去看手机。我马上收拾好自己，悄悄地跟着出去。看到关里盯着手机皱眉，我轻轻地叹气，发出些声响。关里惊得马上回头，手机险些掉地上，赶忙扶着我上床躺好。老婆，你好点没有？好多了。这么晚？谁呀？啊，没什么大事。明天我可能要出个差，恐怕要1个星期不能在家陪你了。哦，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对了，老婆，你今天去公司了？几点去的？怎么没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？小王没告诉你吗？我想去公司给你个惊喜。小王说你去下工厂了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明天我回家去陪我妈。老婆，真对不起，明天不能陪你回去看爸妈了，你一定要带我向爸妈好好赔个礼。等我忙过这段时间，就去看他们。我点了一下头，翻身背对着他，不想看到他这张虚伪的脸。关里从背后抱着我，如往常一样轻轻哄着我入睡。我没睡，他倒是把自己哄睡了。我拿开他的手臂，翻身下床，直接拿起他的手机，眼睛盯着他，心里紧张的突突直蹦。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，屏幕打开，先看了微信。呵呵，手脚真快。刚刚我明明看到他的惊的手机都要掉了，却还能把信息删除得干干净净。紧张的心突然放松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满心的不屑与鄙夷。又翻了翻通话记录和短信，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。放下手机，直接出了卧室，不能再与豺狼同床共枕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关里醒来时，发现我没在床上，快步从卧室走出来，见我正在化妆，露出一贯温柔的笑容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？我做了早餐，你快收拾收拾，不是要出差吗？一会我和你一起出门去妈家。老婆，你对我真好，谢谢老婆。么妈。在他转身的时候，
我抽出纸巾，用力地擦了一把他刚刚亲过的脸颊，恶心无比。目送关礼上车，我尾随其后，跟到公司，亲眼看着他与何月月一起开车走了。二人高兴地去度假了。车没影了，我直接进了公司。奇怪，那个前台呢？又是一个新面孔，却认识我。唐总您好，我帮你叫电梯。您是要回办公室吗？对了，之前那个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上班。那你怎么认识我？是何助理给我看的照片，要我认清老板是谁，不能犯错误。我点头。电梯来了，办公室内，温主任站在老板台前，回着话：唐总，那个前台是何助理开的。您从公司走后，我无意说起您来了。当时何助理发了好大一通火，又跑到前台大骂了一顿，直接让他走人了。我觉得我昨天有点话多了，便给您打了个电话，怕何助理给您打电话告我的状。温叔，不用担心，没事的，你去把财务总监叫来。唐总，您是不是对关总？关总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？关总没事，那我去叫财务总监来。看着温主任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转身逃一般的出了办公室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可能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的事，只有我这个傻子不知道。2年多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公司待了这么久。表面上只是查看我不在的时候一些资金往来，实际是想找那笔捐给医院的医疗基材的300万。现在的我头脑无比清醒，一步步稳扎稳打。医院是首要的突破口，只要掌握住他们偷换受精卵的证据，就可以一击必中。这个证据必须要稳、准、狠。我开始完善计划，反正关礼带着何月月去度假了，正好给了我调查取证的时间。几天的忙碌下来，让我了解到婚内出轨一般不触犯法律，他们总不能傻到去偷偷登记结婚吧？就算是同居，也不可能以夫妻的名义，重婚罪是定不上的。至于关礼与何月月的奸情，上演捉奸的戏码，只能是在收网时起到一个推动作用。他们想要我死，我定会给他们一个好结果，一定是要关礼与何月月再无法翻身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对奸夫淫妇的后半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。关夫人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快坐。张院长，您客气了，叫我堂堂就好，别关夫人，听着太见外了。我给贵院添了不少麻烦，今日特地来感谢您的。呵呵，唐总，您才是和我客气呢。这么多年与唐氏集团合作，又得到关总的鼎力支持，应该是我们医院感谢您唐氏集团才对呢。好了，张院长，咱们都别说客套话了。我这次来就是问问上次关礼捐赠的医疗器械是不是少了点，要不要再追加呢？啊，唐总，是还有什么事吗？说实话，对于医院来说，医疗器械永远是匮乏的。不过您要追加，条件是吧？张院长，您多心了。上次您不是已经和关礼谈好条件了吗？其实啊，我这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哪有那么多条件啊？不过说真的，妇产科刘医生还真是很负责任的，称得上是医者仁心了。哈哈，唐总真会说话，这是做医生的本分。您放心吧，关总都已经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只要您能一切平安，也能在老刘的职业生涯上记上一笔成功之作，可以作为晋升的参考。好，张院长放心，捐赠会追加的。等我向集团申请后，具体再与您联系。您贵人是忙，就不多做打扰了。唐总实在是客气了，我送您。出了院长办公室，我直接去了妇产科，会一会这个医者仁心的刘医生。哎，关夫人，您今天怎么来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今天并没有约检呢。
我刚去了院长办公室，顺路过来看看。你先忙，我自己待会。刘医生有些疑惑地点了点头，想继续和我说话，可现在是下午2点半，妇产科就诊的人不少，也只能继续看诊。诊室里人越来越少，我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他。刘医生时不时地偷偷瞄着我。最后一个就诊的人出去后，只剩下我们。刘医生终于按捺不住，询问：关夫人，有事请说。刘医生，我很感谢你一直照顾我的身体，今天特意去和院长谈了你以后晋升的安排。啊，这是关总不是都？刘医生下意识的话脱口而出，马上又觉不对，及时住了嘴。可有些话已经出口，拽不回去的。呵呵，刘医生，不用遮遮掩掩了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是不是想说关里已经都给你办好了，是吗？眼睛是最能透出一个人的心思，当压在心底的秘密被人揭开时，再是沉稳的人也会有细微的眼神变化。显然，这个刘医生，我高估他了，就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。我的话立马使他不安起来，眼神直接出了卖他，嘴张着，傻呆呆的。我呢，唐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觉得我会很蠢是吗？只是包不住火的。2年的癌症治疗的确是让我丧失了一些判断力，可是不代表我就会一直被蒙蔽。他是我老公，有些事只要稍有差池，我自然会发现问题的。这些先不论，说说你吧。我怎么了？我对关夫唐总一直都是很用心的照顾。您这次受精卵着床失败，的确是个意外。我保证下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哈哈，下次？刘医生是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？还要我说的更直白些吗？我再给你机会，你不要，那得罪了你的医生到头了。关里，你口中的关总也只不过是我的丈夫，他应该和你说了，我们是有婚前财产公证的。你们做的事可不只是离婚1毛钱拿不到那么简单吧？本来想着这事不牵扯其他人，只让他付出代价。既然刘医生这么讲义气，那不打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起身准备走，刘医生忽地站了起来，张口就说：等等，唐总，等一下。我轻蔑地瞅着他，等他答话。只见他嘴动了再动，那眼神有着明显的挣扎，就是不说话。我嘲讽地笑了笑，你叫住我，却不说话，看样子刘医生还是没想好。不急，你好好考虑清楚再答我也不迟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想去找某个人商量对策。我都能坐在这和你谈，必然有十足的把握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想牵扯太多人，如果你一定要往里跳，那我也拦不住。哦，对了，你爱人在天浩集团上班吧？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天浩集团是我姨父的，可以说是唐氏集团的财经子公司。呵呵，刘医生，我等你哦，回见。我手中比划了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手势，转身出了门，只留着一个呆若木鸡的刘医生在妇科诊室里。到了公司楼下，坐在车里，重新整理了一下医院这方面的情况，确定无误，便拿起手机：喂，温叔，我在楼下车里等你，我们谈谈。好，唐总，我马上下来。温主任已经跟着父亲快30年了，当年我毕业后进入集团，父亲便将他放在我身边，照顾我，帮忙我。现在的公司，我唯一相信的只有他了。与温主任来了一次交心长谈后，得到了他的支持与关心，感动之余，便开始布置起我的计划。不出所料，第2天便接到了刘医生的电话，约我见面。我通知温主任与我一起去见一见刘医生。到了约定地点，我看见温主任身边还带着一个年轻男人，
眼神不解地看着温主任。唐总，您放心，这位是小田，是集团公司的首席法务，信得过。温叔，集团公司，那我爸会不会知道？我听你的，你想什么时候让你爸知道，我再告诉他。谢谢温叔了。见到刘医生，一切都不用我说话。小田全程以他专业的法律知识，将事情始末清晰透彻地了解、掌握，书面与音频结合记录下来。就算是我清楚地听到何月月与关里的对话内容，可真实的情况从刘医生嘴里说出来，也气得我想吐血了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。温主任一脸慈爱，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苦笑着：温叔，我没事，生气是必然的。其实我是气自己太蠢了。放心，我心情再不好也会学着克制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不会再伤害身边对我好的人。温叔，剩下的事你们多费心吧。好，放心吧，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办。走吧。见我要走，刘医生马上站起来，叫住我：唐总，所有的事我都交代了，您能不能保住我这份工作？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。刘医生，你懂什么叫医者仁心吗？你为了利益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时候，想过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吗？你把奸夫淫妇那恶心的东西放我肚子里的时候，想过会有报应吗？唐总，求您了，我告诉您这些，就是不想丢了工作。我这不是已经得了报应了吗？唐总，求求您发发善心吧。善心？如果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，下一次那个恶心的东西是不是还会在我肚子里？你会发善心吗？请问刘医生，善心多少钱一斤？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。如果接下来的事你做得好，我会酌情的。转身离开，一切就绪。当关里出差回来时，我接到了温主任一条极为简短的信息：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的嘴角勾起了一个弧度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，一切如旧。一个人的虚伪变成了两个人的舞台，互相飙着演技。终于1个月后，我按预约去了医院，关里殷切地陪着我，跑前跑后。这一次，就连何月月都来陪着我，关怀备至，植入很成功。当我从麻醉中清醒过来，关里温柔的轻声细语询问：老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老公，又让你为我担心了。老婆，我只要你好好的，咱们的孩子好的，我就能安心。对了，刘医生说你一切正常，就等麻醉过劲呢，我就先让爸妈回去休息了。温主任代表公司过来看过你，我没让他多留。刚走，我点着头，暖暖一笑：老公，让你费心了。3个月为一个稳定期，当第4个月我去医院做孕检时，刘医生很恭敬地告知我，这一次受精卵着床成功，只等孩子出生，孩子稳定，该是我收网的时候了。我纵容他们4、5个月，陪着他们演了4、5个月的戏，终于要见分晓的一刻了。这天一早，关里又要出差，让我好好在家养胎。我甜甜的笑看着他：好，你去吧，我没什么事。对了，出差还有谁？这次我要和温主任和助理一起，就去4天。你乖乖在家，等我回来再陪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几天回妈家去住，你不在家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。老婆最听话了，最体贴老公的。妈妈，我别过头，躲开了他的吻，眼中厌烦早已掩饰不住。关里却是不以为然，嘴里叨叨着：老婆大人，等忙完一定好好在家陪你。东风来了，送走了关里。我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只手机，只发出简短的2个字：收网，收拾好自己，回家陪父母。小唐回来了，自己。爸，我妈呢？关里出差了，
我自己在家待着没意思，就回来陪您和我妈。你妈和她的老闺蜜逛街去了。和谁出差？和月月和温主任。老温，小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爸，您……老温动用了集团的首席法务，还能瞒得住我？放心，你自己的事，我不过问。我也没告诉你妈，不过你要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。爸，谢谢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吃惊于父亲的了然，更惊诧父亲的沉稳。不过这声道歉却是来得太迟了，心里酸酸的，眼泪瞬间落下。父亲眼里有着雾气，可嘴里说出的话却带着欣慰的笑意。可真不容易，能让我宝贝女儿认错，还是头一次呢。好了，别哭，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一会你妈回来看你哭过了，再问东问西的，你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真的不用我帮你出面。不用，爸，谢谢。您都说了，这是您不插手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我可以。与父亲聊过，心里畅快了很多，也有了底气。关里出差的第3天早上，我还在梦中，突然另一只手机的短信响了。飞机起飞，3个小时后落。我清醒过来，收拾好自己，去和父母道别。爸妈，我今天回家住了，明天关里回来。父亲凝视着我，注意安全，别开车了，我让小李送你回去。好，谢谢爸。上了父亲的车，司机小李开车直奔机场，途中简单的和我说了一下父亲的安排。唐总，后面有3辆车，有摄像，有开锁，人手够用，都是唐董安排好的，车上有对讲，您下命令就可以，不用亲自动手。好，心情平静的在机场等了20分钟，手机显示航班落地。我在对讲里开始了我收网的行动，从机场一路跟来，他们居然住在当年公司派给关里的公寓。当对讲机里传出他们已经进门的声音，我低头看表，静静地等待时间。正如何月月所说的，关里扮演着24孝好老公时，每天只有下午的1点时间。那么这几年养成的习惯，他的发情期必然是在下午3点1刻。我带着人直接去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公寓，井号第8章。门打开，瞬间听到卧室里男女欢爱的声音，我心中冷笑，原来不是只有关里对我了解，我对他也是了如指掌的。不用我多说，摄像直冲进卧室，便听到卧室里的乱作一团。小李为我拿了一把椅子，刚坐稳，关里就从卧室跑出来，见到我的刹那停住了脚步，直直地望着我。我好整以暇地回看他，突然他冲过来跪在我面前，小李第一时间挡在我面前，我轻推了一下他，淡淡一笑，他不会伤害我。小李略犹豫，稍稍让开些。此时关里身边已站了3个人，卧室里何月月也被拖了出来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们是第一次，真的就只有这一次。关里只穿着内裤，何月月应该是好事被撞破，慌乱地把睡衣都穿反了，胸前的春光半遮半掩。听到关里的话，他也跪在我面前，眼中有泪，泪却遮挡不住他心中的不甘。方唐快，真的是第一次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同学这么多年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，我明天就辞职。忏悔。我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，眼神看向摄像的人，见他们点头，便拨通手机。解职函和公示函都准备好了吗？唐总，可以了。现在发出吗？就现在。还有律师函一起发出。关里眼神中惊慌不定，嘴里喊着：老婆，不要发律师函，你是要和我离婚吗？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不要放弃我们的婚姻，我保证
我发誓绝不再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说话间就要上前抓我的手，被身边的3个人按倒在地。我打量着这个曾经让我爱得义无反顾的男人，狠狠地在心中鄙视了自己一回，语气平淡却清冷：“老婆。”律师韩义发，我们就不是夫妻了，我们是有婚前财产公证的，你是过错方。至于孩子，是我的。老唐，不，孩子是我们的，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求你别离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别让我们的孩子生长在单亲家庭。关总，你最后享受一次这高贵的称呼。此刻起，解聘函和公示函都已发出，你与唐氏集团再无关系，孩子我会照顾好。唐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能因为这一次就把我的这么多年的真心踩在脚下。我伺候你，伺候你们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，我可以与唐氏无关，可我是孩子的爸爸，这是血缘，是你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唐，不要这么绝情好不好？我绝情？哈哈，关里，你是在给我讲笑话吗？这屋里最绝情的就是你吧？你和我情夫妻恩情，那按你说的一日夫妻，你和他也有百日恩了吧？你当我真的蠢得无药可救了？我今天能做到这，我会信你们嘴里的第一次吗？我讥讽的笑声换来关里眼神一沉，似是下了好大的决心。好吧，唐，今天这个情况，我在辩解也是苍白的，那就离吧。只求你以后能让我看看孩子，毕竟我是孩子的爸爸，血缘还在。唐，求求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别剥夺我这个权利。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。对，你是孩子的爸爸，那又怎样？孩子是我生的。何月月突然喊道：“你生的也！”啪，关里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打断了他即将出口的话，眼神冷厉的怒吼：“住口！都是你勾引我，才会害得我和唐的关系破裂。你还敢说话？”我啧摇头，演接着演，无聊至极。我挺着4个月的肚子，就不奉陪了，起身向门外走去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血缘还有幻想，回头盯着2人。对了，通知你们，我已报警了。医院方面，你们懂得，不用再抱什么幻想了。精子是你的，也只不过是颗精子罢了。关总，对法律多少有些了解吧？你们的后半生，国家会管吃管住的。你想想是不是开心？一会我的人就送你们过去。关里听到医院报警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你全都知道了？对喽，是不是有种大梦方醒的感觉？哈哈，我的命会长长久久的，因为我要照顾好我的孩子。至于你们那些个恶心人的玩意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标本，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。这一次终于看到关里与何月月眼神中透出了真实情绪，可能发生的太突然，眼珠子都瞪起来了，下巴要掉地上了。这表情不错，我心里痛快舒服。你们2个对象处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来招惹我呢？钱蒙蔽了你们，我让你的甜言蜜语蒙蔽了，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风啊早晚会刮进我的耳朵里。你们懂什么叫掩耳盗铃吗？关里收起了惊掉的下巴，呆愣愣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呵呵，何月月啊，她可是我的同学，我们可是在大学同住4年的室友，她是我的助理，这一切都是她告诉我的。何月月惊恐地喊着：“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你个贱货，你敢出卖我！”我轻轻笑出了声，这次真的可以走了。身后传来奸夫淫妇厮打吵闹的声音，他们是该好好吵一回了。未来日子，他们将在监狱中度过，量刑怕是会让他们牢底坐穿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